今天我全副武装来到这里看新加坡10年一遇的鲸鱼遗骸。这里就是解剖尸体的第一现场。我走进这边的时候，其实是可以闻到一股腐烂的味道。然后我们在遗骸上面也可以看到，还有很多的苍蝇。不仅如此，因为鲸鱼的骨头有丰富的油脂，解剖时会有油脂渗出来，所以地面也相当湿滑。可想而知，研究团队要解剖这个庞然大物相当不容易。这具6.3米长的遗骸，9月6日在丹戎巴葛水域出现，9月12日飘到滨海湾邮轮中心。在打捞过程中，遗骸的右下颌骨脱落，掉进了海中。好在第2天早上，打捞团队的潜水员潜入海中，顺利取回下颌骨，接着把遗骸运送到位于大市的船厂。9月15日，研究团队正式开始解剖工作。研究人员得拿刀一点点将骨头上的肉切下来，还得放进水里煮好几次，为骨头脱脂。他们也采集了鲸鱼皮肤和肌肉组织的样本，用于更详细的 DNA 分析。据推算，这条鲸鱼的死亡时间大约是在9月6日的1至2周前。漂入新加坡水域时，遗骸已经高度腐烂，后半身所剩无几，这也加大了解剖的难度。研究团队形容说，感觉仿佛在切一袋用网包裹着的果冻。Some of the challenges we have. One is the state of decomposition. Two is the space available on the barge to work on it. Also, with time, there is degradation of information. DNA degrades with time. This might give us less information. 不过好在遗骸腐烂也大大降低了鲸爆发生的风险，也就是鲸鱼死后，随着体内逐渐腐烂，产生甲烷等气体，增大气压，最终冲破尸体发生爆炸的情况。因为遗骸的破损恰好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泄压口。现阶段的解剖工作已完成了70%，预计在下周就能全部完成。经过鉴定，这是一条须鲸。不过，须鲸是一个包含多个物种的类别，包括大家熟知的蓝鲸、长须鲸等。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牙齿，而是用嘴里的鲸须来过滤掉海水中的食物。这一条具体是哪一个物种还有待确认。目前已知的是，它的身前长度大约有10.6米，体重接近6公吨。死亡原因还无法确定。按照目前的发现来说，遗骸的脊椎骨折，头骨后面也有损伤，这很有可能是和船只相撞所导致的。在新加坡水域发现鲸鱼相当罕见，因为我国水域较浅，缺乏须鲸最爱的自助餐，也就是大量的磷虾和鱼群，所以这条须鲸大概率是从其他海域漂入我国的。我国上一次发现鲸鱼遗骸是在10年前，一具大约9公吨的抹香鲸 Jubilee 冲上玉郎岛岸外，它的骨架至今仍是国大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而更早之前，从1907年至1974年，旧国家博物馆曾展出一具13米长的长须鲸骨架，后来赠予马来西亚。这具新骨架将是我国半世纪以来的首个须鲸标本。团队计划与之前的朱碧丽抹香鲸标本进行对比，这对我国来说将是一次研究这种大型海洋哺乳动物的珍贵机会。假以时日，相信公众可以在博物馆看到这具标本。